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发生在哪一个地方呢？在介绍世界恐怖怪谈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其实我今天嗓子听起来好像有点沙哑，所以说讲话有可能会比较没有声音，也比较沙哑，这点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有可能是那个胃食道逆流，对，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今天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恐怖经历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其实我必须说，今天介绍这个地方跟这个经历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怀疑他这个地方所碰到的事情，是我曾经有去过的某一个隧道，叫做犬鸣隧道。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他们说他们去那边探险，然后爬了那个石缝进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以那个年来算的话。觉得他那个应该是早期进去的，然后他在那边又碰到了一些比较诡异的经历，甚至他在那边碰到的经历跟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关联哦。为什么有一些关联呢？因为他碰到的那个东西就是他的以前的一个好友，然后呢，那个好友在那边似乎有求助于他，但是我必须说哈，因为今天这一则的怪谈它相当的长，所以说我会分2周来介绍给大家哈。好，那这里他碰到的是什么样的经验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从前在我1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国中毕业后没上高中，也没工作，每天都跟朋友在外面晃来晃去。有天像往常一样，朋友联络我说，现在要不要去试胆大会？这样就开始了。我从以前完全不相信有这类的东西，还常说自己什么都不怕。我二话不说答应了，朋友也来接我，我们马上就出发。地点是在离家不远的山里一条隧道，成员是4人组，热血冲动又有领导气质的 T， 虽然才10几岁，却已经散发威严的 M， 还有虽然怕鬼但帅到不行的超级美男子 S， 最后是我。除了 S 以外，大家都不相信有鬼，还一副轻松的样子往离点前进。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我们最大的错误。从家里出发不到1个小时就到山里了，途中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在某个转弯处看到有人献花。当时我的背脊一阵发凉，觉得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我顺利抵达隧道前的停车场，因为无法直接开车进去，只能把车停好后4人一起走路前往。虽然我不相信有鬼，但半夜的山路真的很诡异，安静的让人不舒服。为了打破这气氛， T 开始用力踢护栏，大声嚷嚷着 T 根本没什么嘛，就只是很暗而已啊。我真的也完全没什么，好无聊哦。S 才不是呢，我已经快吓死了，好想回去哦。就这样边走边聊天，不一会就到了目的地的隧道口。虽然我们是气势汹汹的走进来，但光站在隧道的入口就能感受到压倒性的诡异气氛，令人不寒而栗。隧道就像在拒绝入侵者一般，又像是想封住里头的什么东西，被巨大的水泥砖头完全封锁了。我们谁都不敢贸然前进，场面一度尴尬。这时热血的 T 开口了， T， 你们在怕什么？太丢脸了，我自己去。若这时我不表示点什么，就会被当成是胆小鬼。我不想被这样看待，于是脱口而出一句连我自己都后悔的话。我说，谁会怕？我一个人进去看看，你们等我。真的，这句话至今到现在我都很后悔。 T 说，你才是男人，好，快去吧。这时我真的恨死 T 了，就算是我这一种灵感都没有的人，也能感觉到那股浓浓的不祥气息。但既然话都说出口了，已经无法反悔。我从水泥砖头的缝隙钻进那片漆黑中，一进去隧道，迎面而来
的是一片黑暗。我们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根本没有人带手电筒，只能靠打火机微弱的火光。那颤动不定的火光反而更增添了诡异的氛围。那隧道里除了天花板上的水滴声外，完全没有其他声音了。即使我嘴上说不怕，身体却不听使唤的僵在原地，脚步迟疑。就在这时，站在外头的朋友们对我喊话了 ：“T， 里面怎么样啦 ？S， 拜托不要再进去了啦 ！M， 我们也进去帮你啊！”听到他们的声音后，我稍微冷静下来了。没事啦，我走到最里面看看。开始往里面走后，恐惧似乎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反而感觉有种莫名的怀念。就在我走到隧道中段时，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转弯处的花，这股怀旧感，它们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不过这点我晚点再说，因为跟整个故事有关。恐惧感完全消失，我就这样走到了最深处。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我还有点失望的要转身打算走回去，但就在那一瞬间，异变发生了。我感觉到一股像人吐气一样温热的风在我耳边吹了过来，是错觉吧？我说服自己继续走，但那股气息每隔10秒就吹一次，让我开始慌了。走得越快，耳边那股吹气声变得越频繁，几乎不间断。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恐惧，拔腿狂奔往入口冲过去。终于从水泥砖的缝隙钻了出来，那股耳边的呼气声也消失了。我喘着气想走向等在那的朋友们，这地方真的超恐怖，我差点被吓死。刚刚还感觉有人在，我才说到一半，朋友们的脸色变得苍白，用颤抖的声音打断我说 ：“T， 你背后那是什么 ？M， 你别开玩笑了，这种恶作剧真的开不得啊！”我说啥？你们别再耍我了！我还以为他们故意演戏来吓我，于是有点生气的说：“够了啦！我刚刚真的差点被吓死，你们别开玩笑。”但这时我注意到 S 整个人泪眼汪汪，身体还在发抖着。要知道 S 平常虽然怕鬼，但胆子其实很大，从来没看他哭过。看到这样的 S， 我终于明白我背后真的有什么东西吧。我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能盯着他们看。但我的左眼角看到黑色的像头发的东西。这时 S 突然大喊：“我不行了！”转身就跑向停车场。T 和 M 也跟着慌张起来，说：“对不起，我们走了。”也拔腿跑了。我虽然快吓疯了，但留下一个人显然更不可能。我也跟着他们往停车场狂奔，我几乎整个人快吓破胆，一边跑一边跌跌撞撞，脑中突然浮现小时候听过的话：“幽灵怕光。”我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当下只能把这个当成救命稻草，一路朝停车场冲过去，心想只要到车子旁边有车灯就没事了。然后我才发现一件事情，一路上其实一直有感觉到背后有东西，只是刚才因为太专注朋友们的反应，完全忽略了。这时我心想，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跟着我，那我可能连车都上不了了。不行，我得确认一下。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的是精神错乱了吧？比起眼前的恐惧，更怕被朋友们丢下，那种孤单的恐惧更加强烈。我停下脚步，鼓起勇气，猛地转头。这么做真的是大错特错。他瞪大的双眼死死盯着我看。我看过那种网络上的怪谈、都市传说什么的，但当自己真正遇到的时候，那种恐惧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我不争气的失禁，加上大便失控，真的是丢脸到极点。那个女人并不像是电影那种贞子风格的幽灵，她把刘海往上梳，穿着一般的荷叶边上衣和牛仔裤，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女生，但她的脸绝对不是人类，嘴巴是裂开溃烂成一团，鼻子右边几乎掉了一半，最恐怖是她的眼睛，原本应该是眼珠的位置，
全插满像玻璃一样闪烁的碎片，眼中还不停流下黑色的液体，像是在哭一样。我什么都不顾了，一边拉着屎尿，一边狂奔，眼泪鼻水全流了出来，整个人狼狈到了极点。我脑中只有一句话：不要死，拜托救我，对不起了。跑的过程中，那种耳边呼气声又出现了，它就这样不断在我耳边作响，那种声音让我感觉到更加恐惧。即便一直跌倒，我还是咬着牙拼命往停车场跑。终于到了，车上的朋友们早已打开车灯等着我。我心想：太好了，这是真的得救了。我靠近车子的瞬间，感觉到背后那种气息逐渐的远离。T 坐在后座帮我开门，我几乎是飞扑进车里。车子立刻发动，轮胎发出尖锐的声音，然后一路狂飙下山。我还在发抖，一路不断望着车窗的外面，看他有没有追过来。这时 T 对我开口了：你还好吗？真的对不起，那东西真的太扯了。M 真的很抱歉。S 我真的撑不下去，不是我想丢下你，是我真的吓疯了。他们本来还以为我是在反过来吓他们，搞什么恶作剧，但看到我当场失禁之后，才知道我是认真的。我真的以为我死定了。我本来也觉得你们很冷血，但要是我反过来，也可能会跑。我懂你们的感受，没事了。下山的途中，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气氛也稍微缓和。我往窗外望去，这时我们经过那个放花的转弯处，就在这时，我看到树上有东西，我瞬间陷入恐慌，大喊：快点开，快点！我蜷缩在座椅下面，不停大叫 ：S， 你又怎么了？别开玩笑了。M， 真的假的？又看到了。整台车快陷入混乱。T 这时以极小的声音说：我也看到了，树上有东西。车内陷入一片寂静，然后全车人像疯了一样踩油门狂飙，开超过100公里，只想逃离那里。这个只是上集哦，其实还有下集。我必须说，你们听完这个之后，你觉得这像不像是犬鸣隧道呢？我觉得还蛮像的，尤其是要进出的那个入口，要钻过那个水泥石缝，因为全日本用水泥石缝封掉的隧道其实不多。那假如又说是探险圣地的话，那一定是犬鸣隧道。只是停车场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在另外一个方向，不是在我进去的那个方向，是在反方向。这样子，说真的，我觉得这则故事其实还蛮精彩的。那他下一篇的故事其实有听到说他有去找老师去做处理，甚至有提到说这个灵体到底是他的谁。好，那你假如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下周的恐怖怪谈哦。好，我是狗上的启明，那今天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